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继续延续最近一段时间的看图说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看图说话的这一课是教你炒股票24 MACD 对背驰的辅助判断。2007年1月18号。在这个分享的这些插图呢，并不是我自己做的，这已经有一位师兄或师姐叫萤石陪你禅中说禅，他在知乎上，做的这些插图，因为禅师在他的原文中，做了一些插图，但是很少，所以说如果说有图形的话，跟大家一起来看的话，可能更直接明了一些。所以说借用了这位师兄师姐的这个插图，地址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24课的这些文字呢，就是禅师他在这个24课中的文字，然后这是这个实际例子，用的是上证指数，用的是裸 K。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主要讲这个 MACD，MACD 主要就是用来判断背驰的，对吧？而且这个工具非常好用，虽然说它没有100%的准确率，但是已经够用了。禅师在他的文章里是这么说的，你只要用一个 MACD，你像他在这个图形里面只是用了一个 MACD 就够用了，你不用加太多的什么量啊、什么 RSI 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什么指标，其实都差不多。你学会一个的话，用好了一个就够用，尤其是 MACD。看一下，他说上海的5分钟图上，这是5分钟上的 K 线，形成了一个标准的盘整背驰，对吧？他在这里面说了，12号14点35到16号9点45构成了 A 段，然后16号9点到13点构成了 B 段，就是3段 A、B、C 3段。然后这位师兄和师姐已经标出来了这3段 A、B、C，对吧？那么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上下上。那么有了3段之后，尤其第3段又出了高点，因为你用 MACD 辅助判断的时候，必须要出新高或者说出新低的时候，出现高点或出现低点的时候，这里才需要用 MACD 来比较。如果说是这种没出现高点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用 MACD 来比较的，这是一个小技巧。那么在这里面这3段 A、B、C 3段，那么这是 A、B、C，那么它对应的 MACD 我们看，因为它这个3段走势啊，它是有的是在零轴以上，有的是在零轴以下，对吧？你在比较的时候，如果说你只是比较这个向上段的话，那你就要把零轴以上所有的面积叠加相加，不是叠加就相加起来，然后跟这个 C 段的 MACD 的零轴上面的这些柱子面积相加，你会发现 C 段的这个三小堆加起来，明显的用目测的话，也没有明显的 A 段的这个2个，这也是3个，这个 MACD 的那个柱子面积大，这就是背驰了，对吧？你价格出现了比前面这个高点高，然后柱子的面积叠加之后没有前面大，所以它出现了背驰。那禅师原话是：其中 B 段制造了 MACD 黄白线对零轴的回抽，就是说它这是这个意思，这是不是 B 段吗？它是先上去，从零轴以下，先上到零轴上面，然后出现了一波回抽，对吧？这就是利用 MACD 也是，一般都是从那个零轴以下冲上零轴以上，然后有一次回拉，这个回拉其实是很容易形成二买的。也是，你看它这个 A 段是这样，然后一个 B 段回拉，所以这个位置其实是二买啊，跟前面的这个一买相比较的话，所以二买一般都是从零轴启动的。你一般从零轴启动的这个后期走势都非常强，都会有这个出现高点的这种期待。所以说，一旦你发现这种图形的时候，那么真的是能够找到二买这个回撤的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是可以大胆尝试的，对吧？所以说，C 段以 A 段构成了背驰，这是这个其中，上证指数的这个例子，5分钟的这图形例子。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这个也是，它用的是实际的那个中国人寿，中国人寿的一个裸 K。那么它这里用的也是5分钟图，也是5分钟图。它用5分钟图来做例子、做举例的原因呢，其实是它在小周期图上，它的变化更多，变化更快。你用大周期的时候分析的时候，可能它好长时间也不怎么变化。所以说，举例子的时候是用小周期的图形来举例子，但是并不是建议大家都去做小周期的操作，只是用来做举例子的。那么你方法是一样的，你用在小周期的一样的分析方法，你用在大周期上也是一样，也是这么分析，只不过大周期上它的变化没有那么快而已。所以这里禅师在他的文章中是这么强调过的。那么在这个中国人寿这个5分钟图上，我们也是一样，他也是说了，从11日、11时，然后到15日，构成了一个中枢，然后15日到16日构成了 A 段，然后16日到17日也是3段走势，构成了一个3段走势。尤其在 B 段的时候，它这里还出现了一个2次回落，出现了中枢，然后 C 段是出现了一个离开。它这里啊，一般这个在禅师说 A、B、C 段的时候，用 A 段跟 C 段比较，A 段和 C 段都一般都是单边段，就是它的结构比较简单。B 段的话，基本上就是构成中枢段。所以说我们在比较的时候，一定是比较单边段，是比较那个进入和离开这2段，而不是在中枢内部比较。那这个是有区别的，对吧？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比较什么，不知道看什么，背驰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去拿哪2段来比较。当然了，在中枢内部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但是这个里面就不是拿 MACD 来比较了。这里面你要比较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低点的话是可以的，这样的话也是可以3段，但是很多时候它不出现低点，对吧？这个时候你用 MACD 的话，它这个意义就不大了。你这个时候可以比较它的结构，或者说以同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这里可以延伸一下，简单说一下。如果说这个是中枢的位置，它这个第2次回撤没有出现低点，那么这就是怎么比较这2段呢？首先是看这个空间，最简单的当然是这样了。这个上去的空间和下来的空间一致，就是形成这么一个结构。那么你在比较的时候，这个下跌段和后面这段的下跌段，你在比较它们俩有没有背驰的时候，其实要看它内部结构。同样的空间，因为这个空间是一致的嘛，这个下跌的空间和后一段下跌空间大致一致，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小一点或者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用 MACD 了，你要用这个它的内部结构，看它在同样的空间之内所用的结构谁更复杂。如果说比如说第一段，它的一个结构是一个浪形结构，我们经常说的用浪形结构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3浪，或者说5浪吧。那么第2段就是后面这段，我们用红颜色来比较，来这个标注。如果说后面这段它是一个以结构带中枢的这种，就是说结构更饱满的这种结构下来的，那么你就知道了呀，在同样的空间之内，那么后面这段它所用的结构更复杂，说明它没有前面下跌的那么凌厉。那么你后面这个位置更应该去参与，因为它下跌的意愿并不强，或者说它在下跌过程中多头的抵抗更强，因为它更复杂呀，结构更复杂，说明多空争夺越厉害。前面这段下跌的时候，它下跌的非常的结构非常简单，非常凌厉的下来了，说明这个多头抵抗并不强烈，没有经过反复争夺，对吧？这个空间它并没有经过反复争夺，但是后面的话它是经过反复争夺的，说明多空它的这个意见分歧更厉害。那么对于同样空间的，你肯定可以尝试第2种了，它更容易出现反弹，晓得吧？所以说这就是在出现盘整的时候，你怎么来比较它的力度，或者说出现比较之后，你应该参与什么情况？如果反过来，前面的这个下跌的结构非常的复杂，然后这是这个第1段，然后上去了，然后再下来的时候，这个结构非常简单，
空间也是大致差不多，不一定每次都是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空间，大致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后面这段的这个空间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那么你这个时候参与的时候，你的仓位就不能太大，因为它有可能是没跌完，因为它完全是可以上去一次做一个中枢，然后继续往下走，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在同样空间出现这种结构的时候，你一比较就知道了，前面的结构很复杂，但是后面的结构比较简单，有可能是没跌完呢。你这个时候想要参与的话，仓位就要降低了。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技巧，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享。那么在禅师里面，他这里就是还是跟前面第一个例子的他说的这个上证指数的基本上差不多，也是三段，然后你来比较它的柱子面积。对吧？这个后面这个 C 段的柱子面积跟这个前面的一比较，明显的是小。然后这个MACD 的这个快慢线的高度也是比前面的低，所以说是双背驰了，对吧？这就是非常一眼的事儿，其实就是一眼的事儿。我们往下看，那么还是这个第24课的这个例子，我们看一下，这个它是以万科做的这个例子，万科 A 也是裸 K。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文字。有没有盘整背驰后回跌形成第三类买点的例子，对吧？它这里是举了一个第三类买点，其实这种例子太多了。第三类买点有一种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例如万科 A 的15分钟，这个图形是15分钟的图形。那么在15分钟上，12月15号10点45构成第一个盘整背驰，所以要出来。这个是12月15号，看这个 K 线。12月15号，然后这是对应的这个 MACD。那么在这个图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段跟利用我们刚才学的那个，对吧？它的这个进入段、离开段，然后中间是中枢，对吧？这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之前那张图形里面，然后一模一样，跟刚才那个基本上就是一样的。然后柱子的面积跟前面一比较，明显小，然后 MACD 快慢线的高度明显比前面低，背驰了，也是双背驰。所以说禅师说。12月15号这里构成一个盘整背驰，对吧？这就是一个盘整背驰出现了。如果说我们简单的只是说背驰的时候，指的是趋势背驰；如果说你特别提出说的是盘整背驰的时候，是带一个中枢这种中枢的这种叫，就是说一个中枢的内部比较，就是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这叫盘整背驰。那么我们只说背驰的时候，或者说在禅师文章里面，如果说只说背驰，它不说是盘整背驰，那么指的是趋势背驰。趋势背驰一定是有两个中枢的，是这样。那么你要比较的就多了，首先要比较这是 C 段，要比较 C 段跟 A 段的力度，然后还要比较 C 段跟 B 段的力度，都要比较。所以说，它一般讲的这个 C 段是一脉这个位置，它比较的是 C 跟 A 的比较，一定要注意。背驰跟盘整背驰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只是说盘整背驰的话，你就知道了是一个中枢，说是这种带一个中枢的第一个中枢的一个比较。那么他说，其后次级别回跌并不重新回到前面中枢里面，对吧？就是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次回落并没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然后就形成了第三类买点。这个大家如果说经常看我的直播、看我的视频，然后自己也有学习的话，现在对第三类买点已经这个分辨出来已经不难了，对吧？就是次级别离开，然后一个次级别回落的时候，不回到前面的这个中枢里面来，就形成了第三类买点。但是呢，在你当下交易的时候，在你自己在辨识第三类买卖点做交易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可能你辨识出来的第三类买点，或者说第三类卖点，跟理论上的第三类买点和第三类卖点它俩不一致。就是说，第三类买卖点虽然说理论上说出现了第三类买卖点之后，它会出现新高，或者说出现新低，但是在你在实际交易过程中，这个第三类买卖点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需要你辨识出来。你的辨识有可能是出现错误的，或者说出现误差。你以为这个位置是第三类买卖点，你进去了，没想到它只是一个中继，它又继续延续下跌，那你就出现了一个亏损了，晓得吧？所以说你的
你认为的、你辨识出来的第三类买卖点和理论上的第三类买卖点，它俩并不相等，它俩中间是有一个，肯定是有一个误差的呀。你不可能说你每次都能准确的买在第三类买卖点，那你如果说你真能够每次都能准确的100%的买在第三类买卖点，那你就是神人了，对吧？所以说一定是要注意这个第三类买卖点，你的判断跟理论上的第三类买卖点它是不一致的。还有就是，如果说呀，你在分辨第三类买卖点的时候，如果说你怕啊如果说我这个对这个理论并不太熟悉，那么想要抓第三类买卖点的话，那就分仓分批进，对吧？你如果说怕自己判断不准确的话，就把仓位降低一点，试仓。试仓也是交易的一部分，很多人老想一下子抓一个大的，对吧？一下子来把大的，就是赚一个大赚一把，这种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心态。你又有一种相对想去赌、想去搏的心态，这个反而是长期来看的话是不利于交易的。所以说，试仓就试一试，尝试一下，拿小仓位练一练，这个反而是能够这个更把心态放得更平。还有我要说一点就是，禅师其实是更建议我们散户多做第三类买卖点，为什么呢？因为第三类买卖点出现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走势类型的延续，它没有这种像在这个震荡过程中浪费时间，它比较这个效率比较高，尤其对我们小资金这个体量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转身很快，我们随时进，随时开仓，然后随时关仓，这个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所以说，禅师在他的文章里其实是建议小散户，如果说你想让资金的利用率更高的话，更多的应该是多做第三类买卖点。你卖点的话就是去做空嘛，对吧？因为做美股的话，我们是又可以做多，又可以做空，所以说两个方向都可以做。那么，但是呢，如果说你的熟练度并不高的话，其实三买也要做，二买也要做。二买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参照物，前面这里是一买，然后这些回荡的这些点位全是二买，这都是二买。这些位置你也应该那个去这个参与，因为它的好处就是因为有一个一买参照物给你来比较，那么只要不跌破一买，然后它的这个小周期内部也是相对饱满的，你就可以经常去参与了，它是有一个参照的，对吧？即使说你这个二买买错了，对吧？那么它还有一买，比如说你这个位置进去了，它还继续向下延伸的话，它只要不跌破它的话，可能下面的空间还要去忍受一下，对吧？它还会再上来，然后再次做一个回落，你是有机会去出逃的。如果说你三买一旦买错了的话，那么它可能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甚至跌破这个中枢，走反向也是可以的。对于不熟练的话，就是三买的时候尝试的时候要把仓位降低，那么二买的时候，因为它是有一个一买参照的话，所以说仓位可能相对于三买的时候可能大一点。但是整体来讲，如果说你想效率高的话，那就是多做三买或者三卖，这就是禅师在文章里面，这个有这些建议。但是经过我就是这么十几年的一个交易，我做的更多的是这个是做二买或者是二卖，因为三买的话，确实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着急，或者说是你判断不够准确的时候，然后觉得这个回落，因为它这个是一般这个离开段是比较凶的。然后这个回落的时候，如果说你因为前面有这么一个大幅的上涨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很浅的回落你就进了，没想到它有的时候可能走一个 V 字形，直接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么你往往想去这个买三买错了，那么这个后面的这个回落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不熟练的时候去抓三买或抓三卖的时候，仓位一定不能太大。好的，刚才呢是第24课，我们看一下第25课，稳 MACD 背驰中枢，还是在这个跟 MACD 相关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师兄或师姐的这些配图，这是用的一个叫 STA 海马，也是这个 A 股，然后裸 K， 这个图形是日线，这个图形是日线。那我们看一下他说的，在日线上。然后形成
日线的第一段 MACD 回到零轴，它基本上就这样，它从这个下边然后上来，然后这个第三段回拉，这是一个1、2、3段哈，1、2、3一个回拉，2007年0104，这就是2007年1月4号这个回拉，结束形成第一个中枢，这里其实就是有一个中枢了，然后其后突破中枢开始往上走，在 MACD 在零轴上拉起，也是在零轴这里，你看它在零轴这个上面横了挺长时间的，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出来，摆脱第一个中枢，该股以后的走势就很简单了。然后看它下面的文字，就是阐释下面的文字。首先形成一个至少是日线级别的新中枢，同时 MACD 回抽零轴，就是在上去之后，在这里个日线这个位置形成一个中枢，然后开始突破，再次出现背驰，构成一个大调整，从而导致一个至少周线以上级别的中枢，使得 MACD 出现零轴回拉，然后再拉起来出现背驰，其后的调整就大了去了，至少是月线级别的。它这里主要是想引出来这个二买，就是这个日线的二买，在这个2007年1月4号，因为它这个里是有过2次回拉的，对吧？我们在这个日线这个图形上，它这次回拉呀，其实并不构成一笔，你发现没有？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或者按照我自己现在的这种划分的话，这几根 K 线，这4、5根 K 线并不构成一笔，它这个回拉是1小时上。或者说30分钟上，这里肯定是有一笔回拉的。那么，其实它这个结构更多的是一个，因为在禅师在他的文章里面，其实他在说级别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混着说，他会用日线图形和这个周期。日线图形并不等于日线的级别。日线图形上的这个，如果说你是以笔来划分的时候，这个的级别是30分钟或者60分钟的这个线段，对吧？所以它不是这个日线级别的这个比中枢，日线级别的中枢。说这里是有的时候会让很多人尤其是心学缠论的人很迷糊。你一会儿说是日线图形，又是说是什么30分钟的级别，到底是什么呀？就弄得非常乱，对吧？所以你就降一个级别就好了。如果说你在日线图形上看的这个比中枢的话，那么它的级别就是30分钟或者说是60分钟级别的，你就降一级就好了。你这样的话你就清楚，那个它俩是不相等的，就是说它的级别跟它的周期图形它俩是不相等的。那么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30分钟的有这么一个中枢，那么这个位置因为它的每次回落都是2买，相对于前面这个1买的话，或者说它直接用这个周线级别的2买也可以，因为它是可以有多异性嘛，在你划分的时候是可以有多异性划分的，所以它也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2买。这是第25课的这个图形。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应该后面还有一个。那么第25课的这个第2张图也用的也是这个 ST 海马的裸 K， 用最近涨得特别厉害的一个股票来说明。该股票的力度其实是它在日线与周线上出现了双重的第2类买点。其实我们刚才在第1张图上已经解释了，它这里面的这个回落的2买也是周线级别的2买，相应的就有了 MACD 双重在零轴停留形成第一个中枢的情况，对吧？它也是有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在这个零轴这个附近停留。在周线上，该股从2005年12月9号。到2006年7月14号，这是2006年10月17号。他说的2006年7月14号是在这个位置，7月14号。那么2005年12月9号的话，就在这个位置，就这第一段就是第一段。它从这个05年到06年形成了第一段，同时 MACD 也回到0轴以上，对吧？就是第一段它这个 MACD 对应的就是回到了0轴以上，然后开始形成第一个中枢，也就是我们刚才这里说的这个第一个中枢，最终2006年10月17号形成第2类买点，2006年10月17号就这个回落形成了这个买点，同时 MACD 在0轴附近横盘，对吧？这也是它在这个位置横盘，这里这个第一次回落也是在这个0轴位置，就在这个0轴位置趴着，然后开始逐步摆脱该中枢，黄白线也逐步拉起来，所以说啊。它在0轴附近 ，MACD 在0轴附近，然后它在
图形上是在这里做中枢的时候，这个你要那个注意了，因为它在底部的时候形成这种图形的时候，它后期的力度都比较强的，因为它是在零轴附近起来的这个后期的走势。所以我们一直说要多关注在零轴上下，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零轴上，它也可以是在零轴下面一点点贴着零轴，然后也不是深入的往下走，就是贴着零轴。这个时候的这个图形你要注意了，它后期的这个上涨的力度都比较大，所以说多关注这种图形，那么往往后面都是一个大的单边段。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第24和第25课的这个插图，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看图说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经常做的、平时做的复盘。那么下周的话，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要出来了，因为本周这个非农数据已经过去了。因为非农数据还有这个，其他的经济数据都比预期的好，说明这个就业市场吧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所以说，现在分析师又把马上6月18号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的，又觉得可能不降了，说现在市场是有这么一个预期的。但是呢，先不管那些，我们先看一下下周要出的这个 CPI 数据。还有 PPI 数据，对吧？这两个数据都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周3和周4。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图形，先看一下大的标普，看一下月线上，我们做一下复盘。首先，月线上还是出现了这个月的顶分型以后，而且它这个顶分型也是非常强的强顶分，对吧？我们一直大家现在也都比较熟悉了。如果说一个顶分型是强顶分是什么形态，对吧？那么强顶分跟弱顶分有什么区别？它俩的这个唯一区别就是强顶分它是第3元素跌破了第1元素低点，那么这个弱顶分它就没有跌破第1元素的低点，第1元素的低点在这里。但是呢，强顶分更容易出现回落一笔，就是它更容易形成回落一笔，但是没有100%的对应性。像它这里形成了这个强顶分以后，然后又开始回拉了2个月，对吧？这是在美股上，你看前面这里也是形成了顶分型，但是这个顶分型是弱顶分型，这里顶分型，它已经形成过多次顶分型了。所以说形成顶分型以后，并不马上代表都一定要回落一笔，它有的时候是只是一个中继的，你这个是需要去它的次级别结合多周期来分析这个顶分型能否形成一个最终的回落一笔的。它有的时候是在次级别先给你出现一波反弹，然后在次级别给你一个2脉，然后再继续下来，再跌破这个低点。那这样的话，以这种方式来形成一笔回落也是可以的呀，任何结构都可以。所以说，要多周期的来分析它。那么在月线上现在是没有顶分型，那个还是继续反弹的状态，看它是不是能够再次突破6147，是不是要在这个突破之后，那就是3491向上一个延续。如果不突破，那会在次级别形成一个2脉之后，看它是在次级别形成中枢之后再下来，还是说在次别形成中枢，看它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走，也可以。那么再看一下周线，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直播的时候经常这个看的图形。3491上来之后，其实它这个大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破坏，因为这个下面是大 A 中枢。虽然说川普这个折腾了这么一阵儿，4月份一个大幅的下杀，但是并没有碰到前面的4607，两个中枢的高低点并没有接触，那么还是一个趋势上，所以这里还是大 B 中枢，它再次突破6147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就是在做中枢震荡的过程中嘛，在做中枢震荡的过程中，它任何的高低点都可能的，它完全是可以再杀上去突破6147，然后一个回落，对这个中枢反而形成一个3买，然后再往上走也可以啊，对不对？所以说在大周期上，它后面那些都是可能出现的这种图形。这是往上走，然后我们再继续做这个完全分类，因为股票的这个走势情况比较这个好分析的原因，或者说用完全分类可行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变化少，只有3种，要么涨，要么跌，要么盘，对吧？这是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用完全分类做这个不测而测分析的原因。分析的目的呢，你是把它后期可能情况都分析出来之后，然后去后期做应对的，而不是说为了预测而预测。
我们就说白了，所谓的预测的目的是为了出现那种情况之后，我们怎么来应对它，我的仓位如何配置，这才是目的，而不是说我要预测某一个点位，它到了某一个位置怎样怎样，那不是我们要干的，那可能是那帮耍嘴皮子的人去股评的人，对吧？电视上那些股评师啊，我在这个半年之内我看到某某点位，他们并不交易的呀。他们那个都是只是用动嘴交易，那多简单呢！用嘴来交易是成本最低的，他不需要，他也不牵扯到这个损失，他预测错了也无所谓啊。分析师嘛，他怎么分析都行。所以说，光用嘴来分析而不去实际交易，没有任何意义，你赚不到钱呢。我们来这里分析来分析去，目的还是为了真刀真枪的这个真金白银的这个要进场交易的。所以说，我们的目的是不是为了预测，而是为了后期的应对。那么，它出现某种情况，它都有一个临界点的。你在它没有触碰那个临界点之前，它就要维持当下的这个情况，对吧？就像它现在，它还没有突破6147，那就可能出现周线的那个二卖。如果说出现周线二卖的那个第一个临界的情况是什么呢？就要出现顶分型啊，周线上要有顶分型。出现顶分型，你就要注意了，这个位置是不是要走反向了？然后你要关注的就是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饱满了，饱满度很高的时候，那这个位置就有大概率或者说潜在的要有二卖，周线的二卖。那么周线二卖的时候，你这个位置肯定要减仓啊，或者说去做空它，去做或者说那个去做对冲它也可以。所以说这就是你出现了那种情况的时候，达到临界点的时候，你要去应对它。那么而不是说干看着它，然后出现了顶纹型，然后慢慢生长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说啊，这个位置我该割肉了，对吧？那这是错误的。所以说是在它刚刚生成的时候，或者说它在生长过程中，你就去跟踪它的时候，它的内部结构出现这种情况，你会慢慢减，分批减也可以，而不一定非要卖在最高点。这就是操作的时候这是细节了。那么现在从4835上来，4835上来之后还是一笔的状态，周线上还是一笔。那么最近这个刚过去这周涨了1.5%，对吧？现在离这个历史最高点已经很近了。那么看这个，因为周线上还没有顶分型的，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4835，日线上三段，严格定义是三段。如果说用到递归的话，这里因为4月9号这根 K 线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它把这个结构给破坏了。那么你如果说用这个递归的话，它其实是5浪或者5段，对吧？如果说是3段的话也可以，因为它这个第一段的这个力度太强了，后面如果说力度不够强的话，很容易出现背驰。如果说用浪形的话，就是5浪或5比，所以这个位置仓位就不能太大了，它很容易出现背驰之后就回来，在这里做中枢。看能做中枢之后能不能够再选方向，或者说是直接走反向也可以。所以说在这里回来之后，那要关注的就是这笔反弹。如果这笔反弹的力度很弱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一个二卖，然后走反向快速往下杀。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5浪，或者说是一个3浪，左侧右侧的话看它怎么演变。所以说关键的是这笔反弹回落的话。如果说不是特别强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如果说直接就杀掉前面这个低点的话，那你就知道了，可能大概率要走反向了，对吧？如果说回落的时候并不很强，然后反弹很弱，那么就容易形成二卖。所以这个位置要多应一应，然后看它是不是这个回落，这个直接一个不背驰，也就是3段不背驰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了，这里不能进了，有反弹要减仓，然后可能有5，甚至有7，就是它都是一段一段跟踪的。而不是说我现在我就知道它是不是6017就是一个大的这个顶部，或者说相对的高位，然后走反向，没有人知道。你在4835的时候知道它能，谁能知道说我在4835的时候就直接一个微转到这里呢？你除了猜，那谁不会猜？我也能猜，但是你能知道周期吗？对吧？没有人知道它能4835短短的这是才多长时间？这是4835这个位置是4月7号啊，到今天刚好2个月。今天的话刚好是2个月，到6月份，4月份到6月份2个月，那来个大微转，你能猜得到吗？没有人知道啊，对不对？是你说预测一个高位啊，我说这个4835的时候，然后今年还能出现高点，
那所有人可能看你当傻子一样，谁都能那个张嘴这个胡咧咧，小嘴巴巴的都能讲，对吧？那实际操作，你能不能够在4835这个位置有仓位加仓，敢不敢买回落呀？那才考功夫呢。你这个想张嘴就这个预测的人多了去了。那么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在这种位置，你敢不敢进，敢不敢加，对吧？那这就牵扯到我们说了，缠论不单单是一个技术分析系统，也不要单单的简单的就是只做短线，纯粹的做短线没有意义。长期下来的话没有意义，除非你能说，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像那个索罗斯一样，对吧？去做空英镑，拿10亿美金去做空英镑，在短短时间之内赚够了几亿美金下来，这个你有那个魄力也可以，但是你大部分人有那个能力吗？没有那个能力啊，对吧？所以你只是靠长期的一个积累，你短期的只是单纯的做短线的话，你真的是不够浪费那个功夫的。所以说，我们一定是从基本面比价关系选好了标的，我长期的下来要3、5年的这种操作的时候，我是敢买回落的，因为只要它的基本面比价关系没有变化的时候，短期的图形上的波动，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因为什么其他个人因素的原因造成的回落，反而是一个我要进场加仓的位置。因为长期下来，它只要向好的，短期有一些波动，我为什么不敢买呢？尤其是在长期操作1、2只股票的时候，我的成本是低的。你只要成本够低，只要你不是追涨杀跌，你就敢买回落。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虽然说它只是一个指数，所以说呀，技术分析重不重要？也重要。但是技术分析不能够为技术分析为单一的手段。你如果说只是把技术分析当成了一个什么多牛的事儿，还怎样的话，那往往这个最后的结果并不好。尤其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图形，对吧？尤其是拉长周期，一次两次或1年2年并不能说明问题。如果说你能够长期在这个市场中活下来的话，都是以10年做一个基础计算的。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你那个短期的一个，但是练习也很重要，因为其实交易这个事儿啊，长期下来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就是尤其是对心理上的一个锻炼，这个是其实需要拿仓位来练习的。你可以去外汇，或者说去这个什么黄金了、比特币了、什么虚拟币了这些练习，拿仓位小仓位去练习是可以的，做一些短线，但是呢。目的不是为了去这个沉迷于短线，长期下来还是想长期操作，对吧？这是一个区别。那么在这个图形上，已经是出现小五浪了，这个位置仓位不能太重了，稍微需要减一减，等待这里回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结构先到，结构到了之后，事件会驱动它，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不需要去预测明天、后天。川普是不是又要发推文跟马斯克对骂了？我们不需要预测这个，图形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位置，可能我的仓位就不能太重了。我管你谁发文，我管你什么地缘政治呢？不需要知道这些，因为图形上大的聪明人、大的机构，他们已经开始有动作了，我只要跟着他们就好了嘛，对吧？大机构开始减了，市场的合力已经开始减了，我也应该做相应的动作。我主要关注的是市场合力的表达，而不是说只是仅仅一个。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分力的力度非常大的时候，你也要多关注它，对吧？像这个川普的原因，它现在这个分力，它也是市场的一个合力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分力。那么它的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关注它的言行。但是我们不需要预测它是怎样，因为它的言行出来之后，市场还是需要解读的嘛。市场怎么解读都可以，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市场合力的一个表达，这是在这里要强调一下。所以说现在就是在这个日线上是出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其他的我们就不看了。平时在直播的时候已经讲过多次了，我们简单看一下其他的 VIX 的话也是看一下这个日线上这个结构，日线上从这个最低点12.7这一波还是挺经典的吧，它也是从零轴附近起来的，看到没有？这是在这个零轴下面，然后开始在这里震，到这个位置。结合我们刚才学的那个禅师的那个文章，
尤其是你结合了 MACD， 它也是在 MACD 这里趴着，前面这里是起来一段，然后又被拉回到零轴这个里，然后又是一个零轴附近，零轴上面的一个起来，对吧？这一段和后面这段的，你看它这个都是从零轴发动的，所以说呀，任何零轴发动的股票或者图形都不能够轻视它，后面的利润都是非常丰厚的。那么它现在的话是被压回来了，你看它这个没有起来啊，最近几周的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MACD，分享的这个 VIX，我一直说它这个 VIX，所谓的什么金叉死叉的话，不是我们关注的，就是说这两个快慢线的交叉点不是我们关注的，而是要张口出现了交叉之后，这个张口要大。你看它这个张口一定要大，张口大代表力度动能强，对吧？你看这里虽然说金叉了，虽然说也有交叉，但是它趴在这里，它离这个零轴距离有点远，那也证明了它这里没有动能起来，对吧？所以说呀，它现在又被压在这个200天和120天之下。今天好像也跌破了前面那个17.15，看一下，已经到了16.65了，对吧？但是呢，它如果说在这里蓄能的话，我们也要注意了，尤其是针对我们刚才看那个标普指数已经到了小五浪了，日线的小五浪。它如果说在这里蓄能的话，它甚至可以再次到这个中轨这个下轨这里，可以杀到这个位置，在15附近吧。如果杀到这里的话，我们要严重警惕了，它是不是要在这里蓄能然后起来？如果说这里突然张口往上走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是在下面已经蓄能了一段时间。像前面这里也是，它在这里蓄能，对吧？在这蓄能一段时间，啪一个张嘴上去了。所以说呀，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警惕了。它而且尤其是已经蓄能了，从5月份一直到现在，快1个月了。这是这个 VIX，然后我们再简单看一下这个黄金。今天，黄金为什么简单说一下呢？它在这个3500点这里啊，出现了过2次反弹了已经。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日线上，在日线上3500这里是这个历史最高点，然后一次下跌之后，已经出现2次回荡了。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趋势线，也没有突破这个趋势线。那么在已经出现过2次，前面这里是出现过1次顶分型，但是回落并不够，那么又开始出现这个顶分型了。因为它这段上涨的时候，从3120涨到3403，这段的内部已经相对饱满了，起码是有一个12345。现在看的周期日线，它的4小时上或者说1小时上肯定是有一个小五浪的，然后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明显的顶分型的时候，那么你要警惕一点。如果说你要是交易黄金或者说交易纸黄金的话，那么看到这里是不是要砸下来？是不是要到这个下沿附近，甚至是直接跌破3120？如果说跌破3120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周线上的一笔回落。我们之前一直讲过，或者说之前分析它的时候说过，它在周线上一直没有出现大的回落呢。如果说跌破3120之后，那你要关注是不是要砸的比较深一点，甚至去2854，那就深了，对吧？但是呢，即使是跌到2854，对黄金的长期并没有大的变化，因为它长期的话还只是一个4浪回撤，也就是周线上的一个4浪回撤，还可以有一个周线的5，甚至再打高点也可以。所以我这里要提醒的就是，这里要看它下来之后的这个动能是不是要快速杀掉3120，3120就是临界点，或者说要这个出现变化的一个这个点位，跌破3120了，我们需要警惕它是不是要往下走。如果说没有出现跌破，或者说即使跌破了之后，它的这个动能并不强，还可以再拉回来，然后再次跌破它也可以，对吧？一定是结合它当下的这个情况，结合它当下的一个情况，你才能够这个更好的把握这个后期的一个走势。好的，这是针对这个黄金。那么我们最后简单再说一个个股，就是说一下特斯拉，因为因为马斯克跟川普的一个对骂，造成了大家现在可能对持有特斯拉的朋友比较担心吧。那么也是很正常的，毕竟，马斯克现在是怎么说呢？你说他是跟美国政府在对着干，也没有毛病。毕竟这个
他现在针对的是这个川普的这个大而美的这个法案嘛，叫什么Big Beautiful Bill，又大又美这么一个法案，这个是他刚开始并没有攻击那个川普，只是后来他才开始说一些川普的事儿，尤其是说川普在这个那个什么爱泼斯坦的那个名单上，但是这些现在并不是市场关注的，现在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因为他现在跟川普的一个决裂或者叫face off 开始撕逼了，那会对这个他的企业造成什么影响？毕竟，他的企业太多了嘛，又是拿了好多政府的合同，会不会因为这个把他的这个合同都给取消？这是市场关注的。因为这个特斯拉，它现在因为它的整个的品牌跟马斯克的关联度太高了，它是马斯克个人的原因影响它的这个股价波动特别厉害。那么在周四的时候，这个暴跌14.26%，大家应该都体会到了，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推文造成的这个市场影响有多大。那么我们在上周直播的时候，因为简单说过，因为它在周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周顶分，对吧？是一个非常强的，本周是跌了14.8%。我的建议呢，现在是有仓位的，有反弹，应该先减仓，尤其是从367下来的话，在日线上现在是一笔，这个 MACD 张口也张的挺大，你起码等它 MACD 收平，收平之后，或者说 MACD 那个出现粘合交叉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向，跟我们刚才看了那么多图形，MACD 辅助判断的一样的，对吧？这里要收平之后才有可能掉头起来啊。现在它这个快慢线的张口张得太大了，下跌的动能并没有被完全消化。那么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小周期上更明显，在1小时上，367这个下跌的2次反弹构成了一个中枢，那么就有了进入段跟离开段。这个离开段啊是没有背驰的，我们之前是比较过。我看一下这个高点是335.6，335.3。哦，它这个我这个里的这一笔啊是用的递归的模式，它是有包含关系。这里有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是不够5根，但是呢，因为现在的周期是1小时上，所以说这里是可以画成一笔的，因为它是明显的2次反弹确认，构成了这么一个区间，构成这么一个中枢，对吧？所以这里是特殊说一下。那么它这个离开段在301.21是一个等比例。那么昨天或者说在周五的话，它也是尝试过一个反弹，想这个拉到301之上，但是在收盘之前又被砸下来了。所以说，它如果说一直在301之下的话，意味着这个离开段没有被持着。那么这波反弹也不够一笔，起码是不够5根 K 线吧？你想，那么连5根 K 线都不够，它只有4根 K 线。虽然说有一个跳空缺口，但是不够一笔，所以说还是在3的过程中，还是在这个第3，就是离开段的这个内部。那么什么时候能进呢？我在这个周五直播的时候说了，就是出现2买的时候。如果说它能够再次打掉前面的低点，首先它如果说打掉273.22的话，那么说明这个第3段或者离开段的内部有背驰了。因为你这即使这里有回落的话，因为它这一笔是不构成一笔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更小周期的，比如说是15分钟上、5分钟上出现了有一个背驰的时候，那么这个位置可以跌破它，也可以不跌破它。不跌破它的话就是2买，跌破它的话，那就是小周期上有背驰了，也是可以尝试的。所以这2个位置是可以尝试的。但是现在的话，那么你明显的这段要等它结束，起码要在结束之后看它具体的位置。所以说有反弹先减一减。那么你有能力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下对冲。这是然后还有就是好像是在这个事件之后。然后有一些记者在这个空军1号上对特朗普进行了一个采访，然后川普也简单了说了几句，就是对马斯克这个事儿，他也简单说了一下，他那个也没有说太多的坏话吧，或者说也没有说太多的难听的话，但是整体来讲，他就说对这个马斯克公司的这些合同的话，他们也要审查。首先呢，
也不是说针对马斯克。如果说这些合同是公平的，对马斯克公平，对美国政府或美国人民来说也是公平的，那就会继续，并没有说很难听的话，对吧？但是呢，说是也要审查。还有就是说，他之前为了挺马斯克，是买了一辆这个特斯拉的车的，对吧？这个也是当时也是非常高调的。那么现在这辆车要准备卖掉，或者说要赠给某一个人，这也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好的时候是跟蜜一样，然后两个人分开了，然后现在也是不欢而散，也挺有意思。那么整体来讲，对马斯克也好，对特斯拉也好，这些都不是什么利好吧，也是做空的人来打压他的一个情况。不管怎么样，图形上我们要看图形表达的话，或者说这些大机构的这个帮人是没有这个信心支撑现在这个价格的，可能要继续出现一个回落。所以说对我们来讲，有反弹先减一减，先出来看一看，对吧？仓位不要那个这里的仓位留的不要太大。如果说真的要下来的话，那可能要去250了，这里有比较大的支撑，在200天，我们看一下裸 K，这是200天，200周，200周和120周都在这个250附近，看到没有？前面这里，它这里也是在这个两根均线这里做了一个中枢之后上去的，所以说前面从488回来也是在这个200，也是在这个均线附近然后起来的，所以说这次是不是还要再踩一下这个均线，或者说浅浅的跌破前面这个低点？我们看一下价格，214，它也可以是把这个214跌破，那这里其实还是有中枢的呀，我们把这个中枢也画出来，周线上其实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就这个是周线的大中枢，我们把其他线都先清掉，简单说一下这个中枢。这是中枢的上沿271，中枢的下沿214。所以说以138.8分析的话，这是中枢的进入段，然后1次、2次、3次，这是虽然说这次上涨的这个空间比较大，但是还是被一个拉回来了，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对吧？它完全是可以砸到这个中枢，这里还有个中轨，中轨在240，中轨在240，也可以是直接砸到这个中枢的下沿214，对吧？最差的话就是踩一下这个200周和120周，那也在250呢。所以说呀，我们为什么说有反弹的话先减一减的原因就在这里，毕竟在大周期上它这个并不好看这个图形。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